部分人会觉得乱七八糟的房间只要一收纳就立即会变得整洁，所以我们通常会选择用收纳箱、收纳盒等东西，将乱七八糟的零碎物件分门别类地摆放好。然而作者说，家务的第一误区不是其他，正是收纳。因为当我们看到零碎物品，会习惯性的一股脑扔进收纳箱中，而随着零碎物品的增多，我们需要的收纳箱越来越多，占据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多，房间自然就拥挤。因此作者建议我们不要一股脑的收纳，而要在收纳之前精简一些杂物，对杂物断舍离，只保留精挑细选之后对自己有用的物品进行收纳。这么一来，即便房间看起来杂乱无章，收拾起来也不需费什么精力。做家务的本质是为了给自己有一个舒服的居住环境，但很多人也常常会在意，在他人眼中自己家务完成的怎么样。对此，作者认为每个人对于家务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。有的人在家务上尽善尽美，但有的人认为只要保持干净整洁就可以。所以我们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家务就可以。以他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家务，只会让自己感到压力与不自在。毕竟做家务不是去比较谁好，而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。衣服这东西啊，就应该一周洗一次嘛，洗手池等再过几周清理吧。相信很多上班族都会因为工作忙碌或是懒，而像上述这般习惯堆积家务事。但好的做法应该是，不论是何缘故，都尽量别堆积家务。因为原本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随手小事，一旦拖上2-3天，就变成一项大工程。而且因为堆积导致家务事一直萦绕在身边，会造成心理负担，心情也会有影响。因此作者认为，做家务的铁原则就是分散做家务，每次做一点，家务也变得轻松起来。不妨把每天回到家瘫沙发上玩手机的时间，拿去做一些类似于扫地、拖地、洗袜子这种小家务。在做家务事的时候，适当的放空，想想也是一种超级棒的解压方式呢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，家务断舍离当然也离不开做饭了。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列好一周的菜单可以节约很多时间，省下精力。但是作者却说，人们想吃的饭菜每天都不一样，可能好不容易列了一个菜谱，一周后发现自己并不想吃菜单上的食物了。这么一来，就有可能浪费了提前购买的食材。因此吃什么最好由当日当时当场来决定，最多只把第二天的菜单定好。比如超市的鱼看起来很新鲜，那今天就吃鱼好了，不需要提前去设定菜单，而是根据当下的心情来决定，也让做饭变成了一种乐趣。对于同样一件物品，或许不少人会希望以再低一点的价格买到，为此耗费很多精力去关注线下线上不同商家的打折促销的消息。当然我觉得大家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关注，我举双掌赞同。但是如果仅仅为了几块几毛钱的优惠搞得自己身心俱疲，那就不太值当了。而且有时候一些商家一些凑单满减看似优惠的活动，反而会让自己越花越多。这么一来，账单上的支出就超出了原本的计划，也就得不偿失了。因此作者建议我们要对这种节俭思维方式断舍离，不要被一时的优惠牵着鼻子走。日本著名绘本作家佐野洋子曾说，生活是枯燥无味之事的连续，但没了那些琐事，人又活不下去。那我祝大家在琐事不断的日子里活出喜悦与幸福。你平时善于整理房间吗？家里是否也经常乱七八糟呢？你有什么特别的收纳心得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拜。